现在是早上7点半，我们要出发去芝加哥市区啦。右前方摩天轮的地方，这个叫海军码头。哇，你看有游轮了哈！哇，好悠闲哦。我们现在要来看千禧公园里面最有名的现代雕塑，我已经到啦。我们到千禧公园啦，这个就是芝加哥最著名千禧公园里面的云门。这一颗豆子要早一点来，要不然再晚一点来就会很多人。它的启发是那个液态汞，就是液态水银。你看，它可以把全部芝加哥的那个高楼大厦完全的映照在这一颗，他们有人比喻成它是一颗豆子。这一件云门啊，它是一个英国艺术家，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室外雕塑的一个作品。然后它这个大概有110吨的不锈钢板所做成的哦，无缝的不锈钢板。然后它这个啊，它这个雕塑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之一哦。它的长度大概有66英尺吧，高大概33英尺。然后它叫云门啊，它是一个12英尺高的一个拱门，然后它底下有个凹式，它可以就变成了一个门。你看，就是在这边，那它可以让大家进去，然后触摸它像镜面一般的表面。这个云门啊，大家也把它叫做大豆子，很好笑吧？真的超像一个大豆子的。然后它这一个是千禧公园里面这个后现代装置艺术最有名的一个地标。然后它就360度，它可以反射出不同的芝加哥的缩影。是芝加哥的门面担当，有人来到这里一定要跟他打卡，才代表你来过芝加哥了。好漂亮的千禧公园哦！这边有很多个景点可以看看哦。这边有另外一个装置艺术，好像是一个表演的一个场地。我们现在去皇冠喷泉。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这边千禧公园有名的一个地标，叫做皇冠喷泉，也叫做人脸喷泉。你看，它其实是一块一块的玻璃砖哎，它是一块一块的玻璃砖，然后把那个照片投射到里面去。等等，你看，它这个喷泉啊，它就会有液晶萤幕，然后投射出真的人脸哦。这些人脸啊，就都是芝加哥市民他真正的人脸啊，真的是很特殊哦。这个就是在千禧公园里面的皇冠喷泉。笑了。这里就是芝加哥最大的城市公园——千禧公园，然后旁边就是最著名的华丽英里的河滨步道，我们等一下就会去走。然后它的前方就是那个芝加哥美术馆，它是全美3大美术馆之一。它上面还有那个伊利诺州的州旗。然后你看后面有一棵黄叶树，很漂亮。然后我们今天目的不是这里，我们是要去它对面的66号公路起点的牌子。66号公路也是，就是从芝加哥出发，然后一路到加州，它的终点就是在那个 Santa Monica 的码头那边，就是它的终点站。这边就是66号公路的起点。哇，好经典哦！我们终于来到66号公路的起点了。旁边还有一个之前的，我们等一下过马路去看。啊，这个就是66号公路的起点、终点，中间点我们都到了。这是最原始的这个牌子，它那个 begin 已经被大家用贴纸贴起来了。你看这个机车重机骑士也是特地来这里打卡的，他要出发了吗？做66号公路之旅了吗？很帅耶！
现在走在芝加哥城市的街头，啊，旁边都是高楼大厦。这就是伊利诺州的66号公路，从这里开始。伊利诺州，好有历史感的市铁站。对啊，芝加哥啊，曾经发生过城市大火，整个芝加哥城全灭。芝加哥人在10年之内就把芝加哥城市重建起来，也是芝加哥人觉得很骄傲的一段历史。这里有一个现场新闻主播的播报台，好酷哦！就在路边而已。他每天早上播新闻都是随时同步的。哇，这里就是 ESPN Chicago 都在这里转播呢，吼！哇，我们现在到梅西百货啦。梅西百货啊，真的是百货界的历史啊，一个地标品牌。你看这栋建筑物好有历史感哦。哇，你看这个就是梅西百货，哇，真的是好美哦，好有特色哦。我们来到一个毕卡索的雕塑了，这个是毕卡索拒绝收了10万美金，然后送给芝加哥的礼物。然后因为他就是抽象派的一个作者，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抽象派的。旁边很多导游带团来，导游都有在旁边解说这个雕塑。那他们说他会介绍她是一位母亲，还有人说她像一只龙。你觉得它像什么呢？我是觉得像一只龙啊！你看，有眼睛，有鼻子，还有翅膀，还喷火。来芝加哥就是要看爵士乐啊，看歌舞剧啊。哇，你看这个剧院，芝加哥啊，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剧院哦。他在演《哈利波特》。哇，我们已经来到芝加哥剧院啦！哇，你看好多人排队哦。哇，终于来朝圣了。这是芝加哥最有名的剧院。哇，它大概在1979年，它就已经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里面了，就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剧院呢。然后有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艺术作品也都在这里当做首映的地点呢。你看这一座啊，它是以法国宫殿作为建筑灵感的，这是芝加哥里面地标性的建筑物。你看它的霓虹灯，好漂亮哦！哇，好富丽堂皇哦。然后这边呢，剧院是一票难求，如果要看的话，真的要提早很多个月，半年以上就要预定。啊，今天是这个大学的2024年，他们应该是毕业典礼吧？哇塞！对啊，你看他们要进场了，每个人都拿花。芝加哥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仅次于纽约及洛杉矶的第3大城市。除了有世界级博物馆，还有许多摩天大楼、公园和商业区。来到芝加哥这个繁忙的都市，不妨试着放慢旅行的脚步，尽情欣赏城市风光。哇，前面这一栋就是大名鼎鼎的川普大楼啦。我们所在的2024这一年，川普又要再度出来选总统了。在11月4号、11月5号就会决定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了。这个河滨步道啊，它位于芝加哥的南边。你看这个步道的两边啊，你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好多好有情调的餐厅哦。然后你看这个建筑物，每一栋高楼建筑都好漂亮哦，都好有特色。这边是很多芝加哥当地人他们平常散步啊、慢跑的地方。你看好多人哦。前面这个街道啊，就是密西根大道。密西根大道往前走，这个就是华丽1英里的起点。这座桥下流淌的就是芝加哥河。这个就是华丽1英里的起点哦。
华丽1英里又称壮丽大道，是一条可以媲美纽约第5大道的繁荣街道，一路从北密西根大道到橡树街为止，将芝加哥的黄金海岸线与市中心连接起来。这里聚集了各大名牌精品店，还有高大宏伟的建筑群，往来的车流与人潮更是络绎不绝。这边很多带你游芝加哥大厦的那种游船行程，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参加，我们今天打算用双腿走。他就会介绍这边周边各个大楼的特色给你听。这条河滨步道真的是很漂亮，它就跨越在这个芝加哥湖上面。哇，你看前面有另外一艘船要过来了。他们也有这种水上计程车，他们叫 Water Taxi， 很可爱哦，在芝加哥这边。前面这个就是箭牌大楼，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箭牌口香糖的总部。这一栋啊，它是建于1920年的一个摩天大楼。那这边是密西根大街，也就是华丽1英里的这边的起点。然后它也在论坛报大厦的正对面。然后这个塔楼啊，它是模仿西班牙那个塞维亚主教座堂所建造的，很有西班牙风味哦，很有西班牙的感觉。我们现在要去论坛报大楼。哇，这边有个 Hope， 这一栋就是论坛报大楼，底下有很多各地方的石头，就是各个地方记者所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石头。我比较知道的有，这个是泰姬玛哈陵的泰玛哈，这是中国长城。芝加哥的华丽1英里街上，这边真的是到处都是名牌，到处都是那个名品店，然后很欢乐的气氛。有一个很缤纷的墨西哥商品店，因为亡灵节就快到了，所以这边现在全部都是亡灵节相关的商品，好可爱哦！哇，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墨西哥店。哇，你看好华丽啊！对啊，好华丽啊！哇，我们到那个星巴克烘焙坊了，这是全球第6家，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我们要进去朝圣一下啦！位于芝加哥华丽1英里路上的全球第6家星巴克烘焙坊，也是目前为止规模最新最大的。一进门便可闻到浓厚的咖啡香气。现场除了展示烘焙咖啡豆外，也有咖啡杯等纪念品。2楼则有现烤的面包，还设有开放展示区及输送带，会将烘焙好的面包送到其他楼层。3楼主要是咖啡厅，包含开放式吧台与窗边座位区。4楼则是特色酒吧，提供酒精饮品和咖啡特调。芝加哥的星巴克烘焙坊整体空间非常宽敞且充满设计感，也是我们此行重要的朝圣之地。
在吃这家热狗。这家热狗是网络上人家推荐的。这一家美式热狗店啊，它是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很有特色的热狗店。然后它的外观就很不太一样，你看它的外观就是很传统美式的中西部的牛仔风。然后这家餐厅啊，它是在1963年，它是摆热狗摊起家的。它竟然从热狗摊啊做到在2021年就是纳斯达克股票上市，哇，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它的室内这个是挑高的很大，然后有2层楼，人很多，但是排队不会排到超级久了，大概要排半个小时左右。哇，你看他们在烤热狗，看起来就好美味哦，看起来好美味哦，看起来好好吃哦。好，我们终于来到这个人家推荐的芝加哥的热狗店了。我们刚拿到它的热狗，果然真的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那有若梨，有番茄，有酪梨耶，还有很多酸黄瓜，好大一块。酸黄瓜很大一片。它的那个热狗也好大一块。好，赶快吃吃看吧，我想听听看你的感觉。哦，怎么样？这个热狗很够味，很够味。我觉得这是属于清爽型的，会不会很咸？不会很咸，完全不会很咸。因为我在美国吃的热狗都几乎很死咸，我不太喜欢。完全不会太咸，而且味道很搭。我们点的是套餐，那是2个热狗，然后1个薯条跟1杯可乐，这样含税是16块多，算平价美食了哈。哇，这边有一间 Hard Rock， 它的吉他好大，等一下我们过去看这一把大吉他。然后这一家麦当劳啊，是全美国的第1家麦当劳哦。1955年，世界第1家麦当劳由创始人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但原始的店面已经拆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改建的50周年纪念旗舰店。哇，你看云门的人密密麻麻的，那人真是爆炸多了。哇，芝加哥的建筑真的是很漂亮，都很有特色。我们来到白金汉喷泉啦！哇，喷得好高哦！哇，这个是在格兰特公园的白金汉喷泉。哇，它是有季节限定的哦。我们来的时候以为它不会喷了，哇，结果竟然还有哎！哇，超美的！位于格兰特公园中的白金汉喷泉，只在每年的5月到10月有水。是季节限定的必游景点。喷泉的一边是绝美的城市天际线，另一边是密西根湖的碧水蓝天。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拍出绝美大片。白金汉喷泉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之一，已经被指定为芝加哥地标，且列入国家史迹名录中。喷泉在每个整点都有一场20分钟的大型喷水表演，千万不要错过。哇，彩虹出现了！哇，越喷越高！哇，彩虹越来越大了！
Center 看 Jordan 啦。联合中心球场，公牛队的主场。我们到联合中心啦！我们终于来公牛队的主场来朝圣了。这个是陪伴我们长大的公牛队，陪伴我们长大的 Jordan。你看公牛队的主场。啊，这是小球迷。本来有一个 Jordan 的雕像在这里的，结果 Jordan 的雕像被移进去里面了，那个要买票才进得去。这个就是 Jordan 的雕像，他们移到里面去了，不给人家拍了。以前是自由让人家拍，现在要买票才可以拍。我的 Jordan 还给我！哇，这个就是卖公牛队的周边产品的商店。